察叔叔终于来了。402，刚才是我报的警，警察给我打电话了，过会儿会到我这了解情况。我打字期待真相。警察没有立刻上来，应该是在向宿管了解情况。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宿管阿姨身上发生了什么。过了大概5分钟，楼道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，脚步声停在我左侧的402门口。402打开门，我隐约能听到他们在了解情况。终于，一行人来到了我宿舍的门口。安全起见，我还是先趴在宿舍门镜看了下外面的情况。楼道声控灯亮着，能让我看得一清二楚。站在最前方的是2名制服警察，宿管阿姨站在他们左侧，脸色不再狰狞，恢复了平日里和蔼又严肃的样子。外卖小哥站在警察右侧，还是那身外卖服，微微低着头，好像犯错误的孩子，不再让人害怕。在他们身后是2个女孩，是402和508。虽然不熟，但我还是知道他们样子的。咚咚咚，其中一个警察开始敲门，似乎是知道我的顾忌。另一个警察还拿出了警官证，对着我门禁展示。同学，情况我们都了解清楚了，需要和你说明一下。另外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务必开门让我们看看。虽然我还心有余悸，不过对2位警察的身份并不担心。楼下是警车，他们穿着制服，带着警官证。我打开宿舍门，402先过来拉住我的手。别担心，事情都弄清楚了，是误会，是我报的警，所以我在这儿。你和508受到了波及，所以也要出面给你们解释一下，并确认你们的安全。我疑惑的目光看向一旁的宿管阿姨和外卖小哥，最后又把目光移向警察，大方地说出心中疑问。外卖小哥带着刀进宿舍楼，执意要进我和508的宿舍，还有宿管阿姨也带着刀，他们刀上还都有血，麻烦告诉我原因。警察点头，知道我要问这些，耐心解释。情况我们都分别问过了，这名外卖员因为是深夜送外卖，怕危险，所以带了刀子。至于上面的血，是路上碰到了袭击他的野狗。我点了点头，这个解释虽然离谱，但警察应该核实过了，宿舍楼并没有人伤亡。我接着问，那为什么不送完外卖就离开，非要赖在我和508门口不走？这一次是外卖小哥主动解释，他始终低着头，像是犯了错误。因为路上碰到野狗，你的外卖洒了，508的外卖直接翻了。因为我们差评扣钱，我害怕你们投诉，所以……警察接着补充，我们看过他的订单记录了，是有你们2位同学的订单。我点头，这也解释得通。一旁的宿管也紧跟着解释，我也是看到半夜有人闯进宿舍楼，一时着急才情绪失控。同学们，阿姨给你们道歉。看着宿管阿姨的样子，与往日无异。我接着问重点，阿姨，你手里有刀，我能勉强理解，可刀上的血呢？宿管阿姨和蔼笑道，那把刀是我切肉用的。我当时正在楼下剁肉馅，想着你们这些同学过节没回家挺可怜的，给你们包点饺子让大家吃。警察跟着说道，我们核实过了，楼下确实有饺子馅和面皮。一时间我不知道该问什么了，都能解释得通。508这时拉住了我的手，好像我们是关系特别好的姐妹。虚惊一场，是误会就好，麻烦警察叔叔跑一趟。